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山河枕，不同寻常的感情线。丁禹兮凭这句台词在封神。这一段时间好看的古装剧真的是一部接一部，而且主演都是当红流量小生。大家期待已久的由丁禹兮和宋茜合作主演的《山河枕》也提上日程。虽然在古装剧中有甜有虐已经是常态，但是打开这部剧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没想到刚开局就虐成这样，而且白月光一样的人设竟然只活了几集就下线了。相信看过这部作品的原著小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剧中又有比较禁忌的感情线。丁禹兮应该是首次尝试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之前在其他作品中他都有很多比较经典的名场面，而这一次他又凭着一句台词直接封神。丁禹兮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男主角魏运，他是魏家的第7个儿子，上有6位哥哥，所以从小到大他过得非常幸福快乐，而且也是一个妥妥的歌控。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这样一位明媚的如同小太阳一般的少年将军一步步走向落魄？经常看剧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涉及将门之子题材的电视剧，其杀伤力不亚于民国爱情。征战沙场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故事开局，魏家兄父征战沙场，仅剩男主一人活着回来。当男主红着眼披麻戴孝，带着父兄遗体一起回家，面对母亲和嫂嫂的时候，他彻底破碎了。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也瞬间成长。宋茜饰演的女主角也是一位将门之女，她塑造的楚瑜是非常英姿飒爽的设定。原本她与男主的哥哥定下婚约，而且还曾约定他们征战沙场，凯旋归来后，二人就结婚。但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未婚夫就这样战死在沙场。或许是因为从小习武的经历，她比其他的女子多了一些坚韧，所以当魏家迎来重创和危机的时候，她扛起重任，里里外外操持着。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就已经猜到男主女主的感情线为什么特殊了。因为从表面上来看，丁禹兮和宋茜饰演的男女主原本应该是叔嫂的关系，只不过因为哥哥去世的很突然，女主并未真正嫁人。那么丁禹兮作为男主，他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感？他们两人的感情又是怎样迸发的呢？其实在这部剧中，男女主初遇的时候也曾有过伏笔，当时的男主还不懂什么是爱，是男女之情，更是非常懵懂，所以他也并未能够清楚感受到自己的情谊。但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绝对被一袭红衣出场的女主惊艳，也为之心动过。两人感情的递进主要是在后面，二人共同复仇，彼此始终坚定地站在对方身旁，守护着对方的时候。剧中丁禹兮有一段非常有冲击力的台词，感觉他这一次会凭借这一句台词再次被封神。楚瑜与顾楚生也曾有过一段情，但是男方辜负了他，所以他毫不拖泥带水的选择与之恩断义绝。但从顾楚生的行为和神态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依旧深爱着楚瑜。所以当楚瑜要嫁的人战死沙场之后，他觉得楚瑜不应该继续在魏府，于是找到男主魏运，想要和他当面对质。魏运据理力争称，楚瑜进了我魏家的大门，就是我魏家的人。面对魏运这样的说辞，顾楚生又怎会善罢甘休？毕竟他要嫁的人已经死了，而且他并未真正过门，所以他直戳痛处称，你哥都已经死了，他又能是谁的人？魏运又争又抢的挑眉回应道，也可以是我魏运的人。不得不说，丁禹兮的这一段的表现真的非常精彩。之前在看很多古装剧的时候，男性角色之所以不出彩，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领悟到角色的精髓，不知道怎样演绎才能够发挥出角色最大的优势。而丁禹兮恰恰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或许他并不是众多男明星中最帅的一个，但他绝对是懂得如何演得最帅的一个。在这部剧中，他又一次贡献出了晋江式演技。丁禹兮塑造的男主前后期的变化真的非常明显，因为前期他是家里最小的弟弟，所以无论发生任何事，都轮不到他来承担。但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有了想要守护的人，所以自此之后，眼神开始变得坚定，行为举止也更加稳重。刚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还会担心，毕竟宋茜和丁禹兮之间有一定的年龄差，或许会有违和感，但因为这一层身份，两人之间的感情有了新的走向，真的很期待后面他们两人感情的发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追剧。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丁禹兮穿黑色高领毛衣跳姐姐有点坏。丁禹兮这次又靠一段姐姐有点坏的舞蹈炸翻全网。视频中，她身穿一件简单的黑色高领毛衣，头发微微凌乱，低调中透着一股致命的性感，那种纯情与撩人的反差感，被她拿捏得恰到好处，像是温柔学长，却又藏着一丝危险气息。网友直呼：纯情未孕怎么突然变成火辣小狼狗？黑色高领毛衣本是极具包容度的单品，但在丁禹兮身上却被穿出了意想不到的高级氛围。毛衣紧贴身形，肩线分明，腰线比例极佳，宽肩窄腰的轮廓令人心动。那一瞬间，他仿佛从少年蜕变为成熟的男人。举手投足间尽是松弛与力量的结合，配合略显凌乱的发丝，整个人透出一种刚起床的慵懒感，却又不失少年气，清冷与热烈并存，简直要命。更让人惊喜的是，丁禹兮跳舞时情绪张力十足，眼神带戏，节奏感强。尤其在《姐姐有点坏》这首歌的氛围下，她的舞姿不再单纯可爱，而是带着一丝挑逗与游戏感。那种微妙的情绪拿捏，既不过火，又恰到好处地展现出她的魅力，边界纯情与诱惑之间，她找到了完美平衡。网友们在评论区疯狂表白，丁禹兮这次真的开窍了，这不是跳舞，这是心跳加速现场。黑色高领真的太犯规了，帅得不讲理。还有人调侃说，对丁禹兮的开发还不到1%，他每次出现都能刷新我的想象上限。事实上，丁禹兮一向给人温柔腼腆的印象，无论是传闻中的陈芊芊里的韩硕，还是花开锦绣中温润深情的男主，他的表演都以细腻与真诚见长。而这次的舞台风格大反转，不仅展现了他不一样的魅力维度，也让人看到他在舞台表达上的可塑性。原来这个笑起来干净的男孩，也能用眼神和肢体撩到人心发烫。更有粉丝调侃道：小丁做饭帅，跳舞更帅，连穿毛衣都帅得不讲理。的确，从日常到舞台，他身上那种自然不做作的气质，是许多演员难以复制的特质。他的魅力不在于刻意性感，而在于那种不经意的少年气与成熟感的交织，像冬日里一杯热巧克力，温柔又让人上瘾。总的来说，这段丁禹兮黑色高领毛衣舞视频不只是一次造型惊艳，更像是一场视觉与情绪的双重反转。他用一个微笑，一段舞步，就让人重新认识了那个曾经的纯情未孕如今的他，已经懂得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观众为之心动。